大家好，欢迎收看形影不离。前不久，汤加的火山爆发给当地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与公元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的意大利庞贝古城相比，汤加还算是幸运。不过墨西哥的2个村庄就没那么幸运了。目前2个村庄所在的地方被称为墨西哥的庞贝古城，因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火山在喷发形成的过程中彻底将这2个村庄吞没了。目前2个村庄中仅存的建筑就是这座屹立在火山熔岩中的还剩下一半的奇迹之主教堂。奇迹之主教堂的本名为圣胡安·帕兰加里库蒂罗教堂，这也是被火山熔岩吞没的其中一个村庄的名字。另一个村庄则与火山同名，均为帕里库廷。当地居民90多岁的弗朗西斯科·拉萨罗是火山喷发与形成的见证者。据他介绍，在他18岁的时候，火山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平整的玉米地。9年后，在他27岁的时候，那片玉米地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一座高400多米的圆锥形山体。平地里生出一座火山，听起来确实有些不可思议。不过这一切都已正常发生了。墨西哥是个多火山的国家，与北纬19度线相平行，横贯着一条东西长800公里、南北宽100公里的火山带。在这条火山带上，由东向西呈锯齿状耸立着众多海拔超过3000米的火山，其中的帕里库廷火山是人们亲眼看着形成的世界上最年轻的火山。帕里库廷火山位于墨西哥米却肯州，与首都墨西哥城相距400多公里。在距离火山最近的小镇安加万居住着一些曾经见证火山形成过程的老人，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到帕里库廷火山的诞生，以及帕里库廷和圣胡安·帕兰加里库蒂罗2座村庄被火山熔岩慢慢吞没的过程。曾经帕里库廷火山的位置是一片平坦的玉米地，根本没有山。不过1943年2月初开始，帕里库廷村的村民们总是感觉大地在不停地抖动，还伴随着隆隆的响声，大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天下午，村民普里多正在村南大约3公里外的一片玉米地里干活，突然觉得大地又抖动起来。忽然他看见旁边的地面上裂开了一道缝，一个劲儿地往外冒烟，热乎乎的，还有一股臭味。普里多不知怎么回事，有点害怕，他赶紧铲土想把裂缝堵上，可这一行为根本就是徒劳。地上的裂缝越来越大，烟也越冒越厉害。他被吓坏了，掉头就往村里跑，向乡亲们报告这可怕的事儿。随后几个胆大的村民骑马相伴来到玉米地里一探虚实，他们发现普里多说的冒烟的裂缝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洞，浓烈的烟伴随着强烈的水汽和沙石一块从洞中冲出来，发出低沉的隆隆声。这一天就是1943年2月20日。到了当天晚上9点，聚在村口的村民们看到白天冒烟的地方迸发出了火光，一闪一闪的，像放烟花一样。火光强烈的时候，把黑夜照得跟白天似的。第二天，人们走进冒烟的地方观察，发现那里出现了一个20多米高的锥形小山，滚热的熔岩从山顶流向四方，大约每小时向四周推进25米。随着时间的流逝，火山锥不断长大，1个月后高度达到了220米。炙热的熔岩慢慢逼向附近的帕里库廷村和再远一点的圣胡安·帕兰加里库蒂罗村。大约过了2个多月，帕里库廷村被炙热的熔岩吞没，随后圣胡安·帕兰加里库蒂罗村也被埋在了熔岩之下。据说当帕里库廷火山刚喷发时，2英里外的圣胡安·帕兰加里库蒂罗教堂的钟声也一同响起，地面隆隆作响，熔岩开始流动。熔岩花了1年的时间才到达并融化了这座小教堂周围墓地墙壁的岩石，熔岩最终流过坟墓流进教堂，但教堂的一座塔楼和祭坛并未受影响，这也是火山爆发后当地唯一幸存的建筑。帕里库廷火山从1943年2月20日开始喷发形成，到1952年4月3日结束进入休眠状态，整整喷发了9年，最终成为了地球上最年轻的火山。喷发过程中共有7个喷发口往外喷发熔岩，有时喷出的烟气高达5000多米。当地村民管那冲天的烟气叫火龙，火山灰甚至飘散到400公里外的首都墨西哥城。在9年的时间里，帕里库廷火山喷出的熔岩估计有10亿吨，吞没了周围25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淹没了帕里库廷村和圣胡安·帕兰加里库蒂罗村。
幸运的是，在熔岩到达村庄之前很久，村里的居民就撤离了，没有人丧生。但这2个村的村民仍不愿离开这里，他们在今天的帕里库廷火山南山脚下又新建了一个新的家园，取名为新圣胡安帕里加兰库蒂罗村，并且又建了一座新圣胡安帕里加兰库蒂罗教堂。与此同时，原来的圣胡安帕兰加里库蒂罗教堂仍然矗立着，半埋在凝固的熔岩中。远处还隐约可见海拔2700多米的帕里库廷巨大的火山锥。现如今，爬上火山岩，看看在灾难中幸存下来的教堂，已成为了一种旅游体验，也是该地区的主要收入来源。游客们如果想要游览火山岩中的教堂，需要先到达距离火山最近的小村庄安加万。这座村子里大都是木板房，有6000多名村民，但村民之间讲的并不是西班牙语，他们属于印第安人的塔拉斯科族。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共有56个民族，他们讲的是普雷佩查语。墨西哥全国讲这种语言的人大约有20多万，他们也被称为不讲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从安加万去教堂没有汽车能够到达，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马。一开始地上还是黄色的沙土，再往后就变成了黑色的火山灰。骑马半个小时，地形变得开阔起来，路边平地上突然出现了一大片高耸的黑色岩石，好像有人特意将这些黑色岩石堆积在这片平地上似的，一大块一大块的黑色岩石犬牙交错。这里就是帕里库廷火山当时喷出的熔岩，冷却之后变成了黑色的硬石头，而这些黑色石头下面就是圣胡安帕兰加里库蒂罗村。在那片火山岩旁边的一块空地上有几个卖食品的小摊儿，售卖的是现做的黑玉米饼，当地人用玉米饼放上各种菜，加上辣椒汁卷起来吃。刚烙出的玉米饼非常的松软，飘出一股玉米的清香味儿。这里有一些老人的照片，他们都是火山喷发的见证者，运气好的话还可能会碰上他们为游客讲解火山爆发的过程。由于火山喷发时熔岩流动并不太快，2个村庄的村民有足够的时间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所以没有一个人死亡或失踪。那些老人们为目睹了帕里库廷火山喷发形成的全过程而显得非常的骄傲。现在杂乱无章的黑色的火山岩之间已经被游客们踩出了一条崎岖的小路，顺着小路走下去，能够到达最新的自然奇观——奇迹之主教堂。圣胡安帕兰加里库蒂罗教堂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教堂的塔楼和祭坛幸存下来，可以看到火山岩已经侵蚀到了教堂里面。游客们在这里探险游玩，每一步都表现得小心翼翼。游客们在这里欣赏到的风景似乎来自于另一个世界。从钟楼走向祭坛，别看只有一小段路，但在火山岩上行走也并不容易。祭坛前有壁龛放置着蜡烛，是信徒们用来祈祷的地方。从火山岩走下来，只有狭小的空间可以通过。火山岩有好几米厚，流淌在这里便停下了脚步。如今这座被火山岩淹没的教堂也成为了世界热门的探险胜地。如果想要去攀登帕里库廷火山的话，这座教堂的废墟也是探险路上的必经之地。去爬火山锥建议一早就出发，因为全程都要徒步在火山岩石上，无需特殊装备即可享受环绕火山口边缘并下降到内部的体验。热的硫磺蒸汽仍然通过土壤向外四溢，爬上并走进世界上最年轻的火山口，游览被火山岩吞没的教堂，可以说是一次非常有趣的冒险之旅啊。最后要提示大家的是，不建议自己单独前往，因为有社区检查站，不允许外国人单独上路。可以从安加万或者新圣胡安帕里加兰库蒂罗。另外，冬天来这里会比较冷的。怎么样？这样一座墨西哥庞贝古城，从玉米地里生长出来的世界上最年轻的火山，以及被火山吞没的教堂，你想去转转吗？来一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或者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